医院里生命垂危的病人为何会好端端出现在照明商店里？只有一个理由，这个看似普通的灯具店竟是连接生与死的关键。在上一段1到4集的内容中，剧情太过碎片化，难以读懂。接下来我们将故事分为表世界和里世界。表世界代表着现实，而照明商店所处的正是不同于现实，只有黑夜的里世界。故事本应该从几天前表世界的一场车祸开始讲起。夜幕来临，麻木了一天的人们涌向地铁，各自奔往家的方向。玄冥，也就是里世界的上班族，他给交往多年的女友智勇发去约会短信，但平日里总是黏着他的智勇今天却很怪异，以天色太晚为借口催他先回家。智勇是里世界里的长凳女，早些时候玄冥母亲和他见过面，嫌弃他又聋又哑，逼他和玄冥分手。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不肯让他左右为难。再三斟酌，智勇打包好行李，决定离开玄冥的家。可今天是智勇的生日，同时也是玄冥下定决心要向他求婚的日子。表世界的上海在中介的介绍下，和会员，也就是里世界穿着红色高跟的女人参观了一趟租屋。这里位于市中心，人来人往，绝佳地段。会员看上去却有些不满意，而最让他们尴尬的是彼此的年龄，一眼看过去明显相差20有余，也难怪中介将他们认作了母女。当天晚上下起暴雨，郑维熙接女儿哲叔放学，父亲总是出差，今天也不例外。夫妻俩计划在学校附近买一栋大楼，这样哲叔就不用每天辛苦的绕路上学。不过郑维熙承诺，就算离家近，他也会每晚接哲叔回家。智雄，里世界总是在小巷唱歌的男生，本来约好的篮球训练，却因为暴雨不得不中断。三两好友有说有笑，这就是每个人平凡却幸福的生活。大巴车司机向总部反映，刹车时总是会有异响，可总部坚持让他将车开往指定车库检查，否则不会报销任何费用。很多乘客都在车站等末班车启动，司机决定拉完最后一班人，就将大巴送去维修。一位老奶奶送小男孩入座，亲切地拜托司机好生照顾。玄冥急着去见心爱的女友，转大巴时不慎将花和礼物遗落在地铁上，幸好戒指随身携带，他没有折返，给智勇发去信息，脸上闪过一丝欣喜。那时他一定在想，智勇被求婚时会是什么表情。理智告诉智勇应该离开玄冥，但看见短信那一刻，感性决定，智勇还是决定再见他一面。大巴入站，伴随着刺耳的刹车声，问题已经很严重了。除了那个小男孩，乘客们纷纷在这一站下车，而玄冥也搭上了这趟大巴。司机无法对暴雨中的乘客置之不理，他停在下一个站点，智雄也上了大巴。从租屋出来，善海的脸色一直很差，他知道会员不喜欢这里，是想躲避邻居们的异样眼光，但善海早就厌倦了躲躲藏藏的生活，不管是彼此的性别、年龄，都很难让外人接受他们是一对情侣。而在面对会员的逃避时，善海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，只是相爱而已，有什么错？两人争吵时，末班公交入站，善海踢掉两人同款的红色高跟，头也不回地上了车。会员小心翼翼地捡起高跟，放在善海的脚下，就在身后，什么也没说。司机急着开大巴回车库，本不打算再接其他乘客，可看到哲叔母女俩追逐不休，还是动了恻隐之心。大巴上的乘客寥寥无几，广播电台放着下雨天必听的歌，轻缓又温和。他们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不同的想法，直到刹车片彻底报废，事故发生，和正在看手机的卡车司机相撞，所有人的想法在同一刻戛然而止，剩下的就只有本能。玄冥想要抓住手机，那时他是否还想着要给智勇报平安？会员在危机关头以身护住善海，虽然彼此的爱无法见光，但行动能证明你的生命比我的更加重要。郑维熙下意识抱住哲叔，毫无疑问，母爱的本能也是将活下去的资格让给女儿。大巴冲破桥上护栏一跃而下，正往车站赶的智勇回复短信，他很想他。抬头时亲眼目睹惨剧发生，他焦急地拨打求救电话，可他是个聋哑人，对面听不懂他的支支吾吾。乘客们在大巴坠海的一瞬间几乎失去意识，短信收到的那句想念，玄冥没有看见。智雄在晕过去的前一刻，用手中的篮球将小男孩顶出海面。片刻后，警方和救护车赶到，将每个人送至医院。小男孩第一个获救，
没有生命危险。玄明伤得很重，腰部完全断了。司机吸进太多海水，肚子胀得像极了篮球。会员一直死死抱着山海，即使推进手术室也无法分开。雨越下越大，警车和救护车的声音极其刺耳。志勇听不见，也说不出话。他的世界如此安静，只剩下绝望在心里无声悲鸣。焦急等待的家属最不愿看见白布遮脸的病人被推出手术室，他象征着一个生命的离去。大巴司机抢救无效，他的妻子踉跄着跟了上去。志雄重度骨折，仍没有恢复意识。哲叔的父亲从外地赶回来，有噩耗，也有好消息。他的妻子郑维熙丧生于车祸，但哲叔还有生还的可能。上海暂时没有脱离危险，在父母的陪同下，也被送往重症监护室。但和他相爱的会员脸上却蒙上了一层白布，连告别都来不及。最后一对焦急等待的夫妻是玄明的父母。警方在打捞起来的大巴上找到一部手机，志勇一直侥幸地安慰自己，玄明可能并不在那辆大巴上。他自欺欺人般拨去电话，直到收到玄明母亲发来怀揣着怨恨的短信，玄明是因他而死，他活着的希望就此烟消云散。玄明受伤严重，但状态还算平稳，要送往重症监护室治疗。丈夫责怪妻子不应该对志勇说那么重的话，本想传个短信报平安，却收到志勇的诀别信。他说要去玄明所在的地方，绳子被他的身体拉扯绷直，模模糊糊的意识瞥到桌子上亮起的手机，志勇才知道玄明还活着，只可惜一切都晚了。他拼了命地去抓脖颈上的绳结，因为用力过猛掰断了指甲，这就是他在里世界会以反甲形象出现的原因。无数有过濒死经历的人都有同一个特点，他们看见过黑暗的隧道，隧道尽头有明亮的光，那里就是照明商店。在韩国有一个自古流传的葬礼文化，3日葬，以防往生者或许会复活，要将他们的遗体放置3天，这是对往生者的最后礼仪，同时也说明他的时间只剩最后3天。志勇和玄明热恋时，总爱坐在车站长椅上接玄明下班，他笑着冲他挥手，每一次挥舞都在诉说爱意。往生者在里世界重复过着表世界的日子，志勇仍旧会在车站前等待。他看向那双怪异的手，回忆彼此在一起时的甜蜜时刻，有些不安地敲打着长凳。爱人会接受这样的他吗？志勇张了张嘴，从出生开始就聋哑的他，竟奇迹般能听见，也能说话了。而他说出的第一个词就是爱人的名字。末班车驶入站点，那张熟悉的脸庞又出现在身前，但志勇还是失望了，因为玄明已经不记得志勇是谁。他缓缓往前方的小路走去，却因为腰部伤势太重跌倒在地。表世界有工作人员要给去世的志勇整理遗物，期间总觉得最里面的卧室有些异样，细听还有一丝古怪的声音。老师傅意识到往生者回来了，二话不说拉着学徒离开，而那间卧室里的身影似乎是在缝什么东西。夜晚，志勇仍在里世界的车站等待，他的身旁多了一个行李箱。这一次玄明仍旧没有记起他是谁，像昨晚一样倒在前方的小路上。表世界的电影放映厅里只剩一对情侣，女生听见后座有些奇怪的响动，回头一看，一个长发女人身旁放着硕大的行李箱。等她起身查看，一切又都恢复如初。而在她受惊离开后，志勇的手又开始飞舞，就像是在为玄明缝合伤口一般，如此往复，直到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。往生者的3日葬快要到尽头，他没有时间了。也是在这时，表世界装有志勇遗体的冰柜突然打不开了。里世界大雨不停，刑警在照明商店也待了很久。老板端上咖啡，透过墨镜紧盯着他的动作，有一搭没一搭聊天之后，两人将话题转到家庭，才得知刑警和妻子本来孕育了爱的结晶，据说还是个女儿，可一场意外导致女儿都来不及看见这个世界。或许是不想继续戳心窝子的话题，刑警起身告别。雨停了，寂静的巷子看上去更加诡秘。他一边寻找回家的路，一边想着和妻子的过往。这里的环境实在太陌生，就像是到了另一座城市。更诡异的是，街上没有一个人影。刑警徒步到附近的中学，看见窗户上有影子闪过，追上去，又是空荡荡的教室。后排的储物柜里标记着奇怪的名字：宝贝、愿望、爱，还有日光。这些词再次将刑警的思绪拉回从前。
夫妻俩意外失去孩子，而刑警除了一遍遍道歉，似乎什么也做不了。他一遍遍在陌生的世界里奔跑，经过照明商店也不曾放缓脚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踉跄倒地，他强撑着身体扶着一旁的台阶坐下，视线开始变得模糊，他的眼睛又出了问题。李世界的哲叔走到那条小巷，想起之前的诡异经历，还是选择绕路回家。小区楼下有一只狂吠的大狗，看来那个奇怪的大叔就是在找他。哲叔担心大叔会对他不利，将其赶走后飞奔回家。刚进电梯，又碰上怪异的玄冥，他身前有一块下雪的污渍。哲叔吓得头皮发麻，只想尽快冲进母亲的怀里，可玄冥却叫住他，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：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里的呢？话音刚落，玄冥以一种极其可怖的姿势摔倒，而智勇拖着行李箱走上前。哲叔想将近段时间的经历悉数说给母亲，可母亲一直沉默着，不肯开口，还示意哲叔去照明商店买灯泡。哲叔急得跳脚，他当然不会知道表世界的母亲嘴里被塞满棉花，所以在里世界里，母亲无法开口说话。朴护士能清晰分辨身旁的人或灵魂，往生者离世后无法再与人沟通。第一次遇上愿意跟他说话的朴护士，自然不吐不快。虽说年纪大了，对世间没了留恋，可当他听见遗属的哭声，多少还是会有些舍不得。朴护士耐心地和他聊了很久，接纳所有他在这世上的记忆，即使在旁人的眼光里是在自言自语。朴护士能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，所以几天前，他目睹一个长发女人在玄冥的病床前哭泣，便走进重症监护室，像是对病患，又更像是对女人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患者的意志，但那所谓的意志，或许也不是来源于患者自己。就是这番话给了智勇信心，他不断找到玄冥，一次接一次为他缝合伤口，这就是智勇能给玄冥带来的意志。李世界的伤害已经放弃了挣扎，他躲在衣柜里，看那间上锁的房间里闪烁着光。恍惚间，他好像记起来这里前发生的事，也记起被送进医院后，意识模糊时听见医生的话。会员紧握住他腰间的双手，因为是将无法分开，是会员用生命守护了他。他哭喊着爱人的名字，却不知道他明明就在身边。李世界没有白天，只有黑夜。兜兜转转好几圈的刑警放弃挣扎，点燃打火机，却愣住了。明明之前好几次，就算加满油，打火机也一直无法点燃。他看向旁边的影子，后脑勺那块的缺失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一切的谜题似乎只有照明商店的老板能解开。那杯滚烫的咖啡，刑警一口下肚，他不觉得烫，也尝不出味道。一切事情都在说明，他早就不是存在于世界上的人。这时，老板摘下眼镜，那是一双和猫一样的眼睛。